什么鬼？谁相亲来吃火锅呀？魏无羡扶额，又撞上这对苦命人。魏无羡预定了位置，正好离江燕离那桌不远。江澄给他递眼色，让他多盯着点。魏无羡叹了口气，吃个火锅真麻烦。请问要红汤还是鸳鸯锅？服务员过来送菜单。魏无羡红汤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就听到对面传来一个好听的声音：鸳鸯锅。啊！魏无羡抬起头，发现蓝忘机不知何时已经坐到对面，也在看菜单。你说过的。蓝忘机头也没抬，要回请。请，多大个事？魏无羡嘴上嫌弃，内心却不自觉地雀跃起来。两人各自点菜，各自倒进红汤和白汤里，看似一桌吃饭，实则各吃各的，互不干涉。江小姐，我们两个就像这鸳鸯锅，是没办法融合到一起的。金子轩的话忽然飘进魏无羡的耳朵。魏无羡筷子一顿，总感觉金子轩在内涵自己。那就不吃了吧。江燕离冷漠地回答，放下筷子，提起包包就径直离开。姐，这边江澄措手不及，来不及过来骂金子轩两句，和聂怀桑赶紧追着出去了。金子轩茫然地看着还沸腾着的鸳鸯锅，又转头看向魏无羡和蓝忘机。魏无羡火气一上来，看我们做什么？鸳鸯锅虽然融合不到一起，但也不会分开啊。吃完火锅，魏无羡付了账，顺手把小票塞给蓝忘机。蓝忘机低头一看，竟然还夹着一张精致的卡纸。邀请函，蓝忘机这才看清楚魏无羡龙飞凤舞的字迹，可当他抬头时，魏无羡已经不见了。宴会的第二天，蓝曦臣就收到邀请函，第一时间来和弟弟通气，蓝忘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魏无羡显然是没有打算寄给他。果然，连过几日，蓝忘机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正犹豫着要不要上门去问魏无羡时，聂明觉带着弟弟来云深找蓝曦臣说工作的事情。聂怀桑透露晚上又要跟江澄一起去盯金子轩。忘机，去吃火锅吗？蓝曦臣给蓝忘机发来定位，还配上一张笑脸表情包。大概就是特殊的缘分，明明拒绝了江澄的邀请，魏无羡还是走进了那家火锅店。蓝忘机自然地坐到他的对面，仿佛早已约定好一般，对服务员道：鸳鸯锅。就跟两人的关系一般，水火不容，却又难以分割。蓝忘机介意魏无羡只因为那张脸就愿意跟他亲密接触，也介意魏无羡对情事那轻佻随意的态度，但他并不介意魏无羡的过往，更愿意给魏无羡时间了解彼此，重新建立感情。当他得知魏无羡失联后，有种得而复失的感觉，这让他下定决心，再见到魏无羡，他绝不会轻易放手。握着期待已久的邀请函，蓝忘机望着夜晚的街道，魂牵梦绕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夜幕，可是内心却渐渐平复下来。他见过蓝曦臣的邀请函，跟他手上这张手绘卡片完全不同。这是魏婴为他特制的邀请函，蓝忘机很开心。画展那天，蓝忘机准时抵达画廊，却发现现场没有其他客人，只见工作人员还在做最后的准备。带着疑惑，蓝忘机递上邀请函：您可算来了，快通知老板。工作人员邀请蓝忘机来到画廊的大厅，中央多了一架钢琴，墙上的画都还盖着幕布，看来魏无羡是想等客人到齐后再最终揭晓。前夫哥果真守时。魏无羡出现在楼梯口，脚步轻盈，似乎心情很好，其实是想麻烦蓝湛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个画展很特殊，听说你擅长弹琴，所以希望你能在我的画展上演奏几首曲子。好，蓝忘机很乐意接受这个提议。这几首曲子都没问题吧？魏无羡提供了一个曲目单。蓝忘机点点头，在钢琴前坐下开始试弹。魏无羡抱着手站在旁边听得入迷。半个小时后，客人们陆续抵达。魏无羡招呼应酬，却始终绕着钢琴那一圈再走。好了，请大家好好欣赏本画廊最新画作吧。魏无羡朗声道。工作人员上前揭开幕布，人群立刻发出惊叹声，并纷纷朝钢琴这边看了过来。蓝忘机抬起头环视四周，挂在墙上的都是他本人的画像。这些肖像画看似千篇一律，但都神态各异，有垂眸思考的，有目光柔和看向远处的，有微蹙眉头有些不悦的，也有严肃冷漠看一眼就心头发慌的。
魏无羡灵敏地捕捉到蓝忘机不同心情时的神情变化，巧妙地利用精湛画技，将蓝忘机那张看似毫无表情的脸展现出不同的情绪，让人忍不住每一幅都要驻足认真欣赏。就连那几个不懂艺术来凑热闹的千金大小姐，也都被蓝忘机的颜值吸引过去。蓝忘机虽然惊讶，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，优美的琴声让整个画展充满了浪漫艺术的气息。客人中当属蓝曦臣最为淡定，我得要一幅拿回去挂在家里才行。其他客人一听，都纷纷去找魏无羡，要求买下画作。蓝忘机抬起头，正对上魏无羡别有意味的眼神。抱歉，都是非卖品哦。魏无羡慵懒地靠在钢琴旁，始终低头看着蓝忘机。这张脸我自己都看不够，怎么能随便卖掉呢？对吧，蓝湛？必须要把邀请函亲自送给蓝忘机，因为魏无羡不怀好意的在上面埋了个伏笔。这封手绘的邀请函上面的时间比普通邀请函提前半个小时。这个画展很特别，没蓝忘机不行。当蓝忘机坐在琴凳，修长白皙的手指落在黑白琴键上时，魏无羡瞬间愣住，甚至忘记呼吸。他在国外听过很多次音乐会，不乏大师级别的演奏，一听便知蓝忘机的演奏水平是顶尖。再加上超高颜值，这幕画面深深印刻在魏无羡的脑海中。专注的男人最帅，专注弹琴的男人更帅。当幕布被揭开，伴随着蓝忘机的琴声，客人们纷纷发出惊叹。真人与肖像画同步登场，效果令魏无羡十分满意。全场画作都是非卖品，客人们空手而归，但享受了这场颜值盛宴，还是非常满足。今晚真是感谢前夫哥的亲情赞助。待客人都离开，魏无羡把工作人员提前打发回家，自来熟一样跟蓝忘机挤在一张琴凳上，手指胡乱点着琴键，发出不着调的清脆琴音。抱歉，我发现还是喜欢你这张脸，这场画展没有冒犯到你吧？没有。蓝忘机由衷道，我很喜欢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我很肤浅。魏无羡低头一笑，不过这就是我的真实感受，我大概就是给不出什么很有内涵的答案，说来道去，还是只能说我很喜欢你这张脸，并不肤浅。蓝忘机柔声说，魏婴只是没有看透自己的内心。啊，上次不是很生气吗？现在怎么反而开始帮我说话了？魏无羡不解，蓝忘机前后反差有些大了，你怎么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？这段时间我们明明没有来往啊。是更了解了。蓝忘机并没有正面回答。魏无羡感觉敌暗我明，只好试探问道，莫非是被这场画展给感动到了？也有这个原因。可是我学画画可不是一天两天，我也会画别人的哟。魏无羡故意挑衅，这样说蓝忘机肯定会生气。可是蓝忘机却淡淡道，是吗？魏无羡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他看对眼就做那番言论，能让蓝忘机立刻提裤子走人。跟千金大小姐多聊两句，这人也会冷着脸提前退场。如今这般淡定真是不寻常，但他还有别的底牌还没亮出来。对了，画展还没完呢。只是一场画展，怎么能完整展现出自己对蓝忘机颜值的喜欢？魏无羡早就留了一手。